伊朗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打了500多枚的地对地导弹，已经使用了2000多架的无人机。那它还有没有库存？我认为有。真正要一网打尽伊朗的无人机跟地对地的飞弹，我认为蛮困难的。美国现在不管是爱国者或者其他的远距遥攻精锐武器用差不多了。同时，美国现在面对3个压力：第一个时间压力，第二个压力库存压力，第三个国际人员的压力。越久，它的压力会越大，因为大家缺了东西了，股票都往下修了，这是经济压力，这是人员压力，这个是整个国家压力的表现。今天中东情势，我们要来赶快关心到的是，美军现在号称他们绝对是胜券在握了，但是被发现现在防空系统告急之外，库德民兵真的能够对抗伊朗的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吗？伊朗的部分，他现在也攻击了土耳其，要挑战北约的势力。那么，美国跟以色列联手炸伊朗的飞弹口，能够断绝伊朗的后路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特别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的。真的吗？如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美军是胜券在握吗？现在比较挑战的是它的防空导弹。根据了解，是不是已经告急了？数千名的库德族民兵能够打败伊斯兰革命卫队吗？这一场战争到底会拖多久呢？再来就是现在呢，整个伊朗已经攻击到土耳其了，北约国家现在都非常的紧张。到底要不要启动自己的安全承诺呢？这个是打脸了川普，他说已经摧毁了伊朗的飞弹战力吗？最后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那美国跟以色列现在祭出了各种方法，要炸毁伊朗的飞弹发射口，但是能够彻底阻止伊朗的攻击吗？今天我们都会做详细的一个分析。好，美国总统3月5号这一天特别信心的表示，这一次美伊战争的军事行动进度是超前的，伊朗海军3天内已经损失了24艘的舰艇，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并且他呼吁伊斯兰革命卫队放下武器吧，接受豁免，否则必死无疑。接在川普后面的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博了，他特别提到伊朗的战力正在大幅的衰落当中。他说，伊朗的弹道飞弹攻击减少了90%，无人机的攻击更是减少了83%左右。但是在这些话说完之后，我们也要特别来看到 Politico 这边做的报道。他说呢，事实上，美国正在要求自己的国防部赶快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场战争并不如川普这样说的可以这么快的解决，甚至他们预估这场战争会打到9月份了。另外一个比较打脸的消息是来自于《金融时报》，揭露了一个美军不敢公开的一个机密。特别来看到这个报道，特别提到了防空拦截在美军的部分的弹药库已经到了危险的一个边缘了。特别我们也整理出了几个美军很重要的系统，包括了萨德跟爱国者。来自于香港01的报道。萨德系统总数已经不到了650枚，一次援引就会全部被打光150枚。爱国者飞弹系统同样的，现在也是非常的吃紧的。首尔最新今天新闻的一个消息说，美军正在商谈要调动驻韩的武器了，包括爱国者飞弹到中东地区，这都是最新的消息。另外一头，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库德族的部分，已经遗失，准备好待命了，在1周到10天之内就会来施行跨境作战。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来关心了。根据川普的说法是美军已经胜券在握了，但是又有另外一个报道说这场战争会是消耗战，拖到9月份甚至更久吗？1000名的库德族民兵现在对上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是不是不会出动他的地面部队呢？那么这样子的能够打败伊斯兰革命卫队吗？川普会不会让自己陷入在长期的泥淖当中呢？我们请将军带我们分析。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哈，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川普孙子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打仗之前要做好各项的作战准备，那你再开始去开战，这样你才有胜算哈。如果说是你一开始只是想先打这场仗，打完开战之后，你在一边打一边在想说，我什么地方没有做到，什么地方还要再加强。不断的去补哈，这叫败兵。就先战以后，我再想办法去求胜，但这场仗也是注定失败的哈。那我们一人这孙子在兵法里面讲的这句话，不就是美军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情形吗？他一开始这个认为他以海空军的力量就足以威慑让伊朗能够这个屈服，但是没想到
开战之后，他发现光靠海空军的力量不够啊，所以说必须要动用地面部队。那开始的时候，他原来川普一开始讲说4天，他想速战速决，他认为他集结的兵力海空军力量已经够了，但是发现打了以后发现不够哈，这个改成4周，现在甚至于说要打到9个月，这就是说一边打一边在做修正。那现在更扯的是要叫这个库德族的民兵哈从北边那边来攻打伊朗。那我解释一下，库德族中东地区总共有5大民族哈，只有库德族这个民族是一个很悲情的民族了，因为只有他没有自己的国家哈。我们不管看到波斯他自己有这个伊朗国哈，这个甚至于犹太都有以色列。这个阿拉伯民族有阿拉伯这几个国家，那唯一遗憾的就是库德族。他虽然说在这个地方有领土，有在这边生存，但是他因为不是一个国家，就变成一个游牧民族。那当然被几个国家欺负，尤其是包括土耳其啦或者是叙利亚啦大家都在打他。那美国一直利用库德族来帮他打仗。之前我们讲说这个 ISIS， 他就是用库德族去打的。那打完之后，事实上他就弃之不顾了，也没有照顾人家库德族。所以我觉得这次库德族还愿不愿意再帮美军打仗，这是很大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用库德族去打这个伊朗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伊朗他是什叶派，那库德族他们是逊尼派的，所以他认为说可以借着这个宗教上面的这种矛盾可以挑拨利用库德族来打伊朗，这是美国自己打的如意算盘。但是我们看现在证明几件事情。第一个，川普我想说他会想要动用库德族，证明一件事情。证明就是说，你光靠海空军的力量是不足以这个屈服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的，必须之后再怎么样，你都要动用地面部队，才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这是第一个证明，这个我们之前所研判的没错。那你川普要打这场仗，从头到尾你都没有准备地面部队在这边，那临时去拉了库德族来打。第二个，我们看看伊朗这个国土。这个打仗来讲的话，天地敌我水这5个因素你要考虑进去。天候地形，那我讲地形好了。地形来讲的话，伊朗之所以数千年以来没有被其他国家没有被其他民族所消灭过，就是因为它的地形非常复杂，它4周环山都是山脉，然后国土纵深非常的深远，你靠地面部队要入侵不是这么容易。我们都知道，从海岸线到这个德黑兰。要1000公里长，1000公里，你作战纵深要多久啊？那你光开车你要开多久？那你运这个弹药要运多久？如果说你只靠这个库德族民兵的力量来讲的话，它毕竟只是一支游击队，它没有持续的战力你后续来讲，后勤补给、弹药、粮秣等等来讲的话，它如果说就算库德族从北边那边入侵，他打到德黑兰，我觉得他力量是不够的。那第3个，我们看这库德族现在你能够动员的兵力也不过是数千人而已。那数千人大概就是一个团的兵力，一个旅的兵力，不到一个师的兵力。大家要晓得伊朗来讲，它虽然海空军现在长期被美国所制裁，所以它海空军是很弱的，它几乎没有什么海空军所以一开始这个川普讲说，海军已经彻底被打趴了，空军也没什么制空。可是不要忽略了，伊朗来讲的话，它的陆军作战力量还是非常具有实战力，尤其是它的革命卫队这是很有坚强的地面作战部队。所以库德族就算是你动用库德族，那能不能够击败这个伊朗的地面部队？我觉得这存在很大的疑问。所以我们看出来，川普来讲的话，他这场战争他已经是一边打，他一边想办法还要求胜，那已经注定所谓的败兵先战，然后再去求胜。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体美军现在战力的部分，在海空上面补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空缺的问题，这是来自于美方自己的媒体自己证实的消息。那兵力的部分呢，现在同样是面临很大的不足尤其现在光靠库德族是相当不足够的。包括了伊朗现在都看在眼里持续的扩大。它对于其他国家的攻击，现在呢已经打到了，在这几天打到了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去了，当地的这个应急立刻空军基地发射飞弹，这边注意了，驻有大量的美军。虽然说这个飞弹后来是被拦截下来了，但是北约的国家现在其实都非常的紧张。北约国家现在已经在讨论了，大家是不是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启动共同防御条约呢？在内部已经掀起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么美国跟以色列现在另外一方面则是派出他们的这
侦察机在某些已知道的这个伊朗地下飞弹城的上空做盘旋，如果有发现什么任何的活动，会立刻派他们的战机跟武装无人机来针对发射口进行攻击。这个伊朗手上还有哪一些长程的飞弹呢？如果只是打这个发射口，打不到飞弹城的本体，真的能够摧毁伊朗的战力吗？张将军又怎么看？因为这个伊朗算是被动反击。因为都是美国跟以色列先去炸伊朗，伊朗他针对这11个母国家啊，包含土耳其、亚塞拜然，还包括整个中东区11个国家实施飞弹反击，它是反击、自卫反击、被动反击，而且它针对的是美军的基地，它不是说要打土耳其、要打亚塞拜然，不是，是打他的美军的基地。美军在那边，我不打你，你战机起飞，你的飞弹这个来实施对伊朗实施攻击，那我就他们只能干瞪眼了。当然，这个飞弹或者是无人机过去的，可能有中途被拦截，打掉之后，它刚好掉到土耳其境内了，那可能炸死了这些土耳其的老百姓呢，亚塞拜然老百姓了。那不管还包括约旦、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巴林、卡达、科威特、伊拉克多了，叙利亚等等太多了。那这样子的话，那你要怎么去算？那今天伊朗它只是一个自卫反击嘛，因为它被打了嘛，是这个状。那现在伊朗最多的它飞弹主力是流星3号，流星3号可以打到1300公里。你看看，你现在把你一画，包含以色列啊，包含土耳其都画到了，亚塞拜然都画进去了。你看可以画那个半径图，1300公里一画进去，那它又是惯性导航，再加上可能它可以有利用美国那个不是美国的 GPS， 而是中国大陆的北斗。那叫定位又比较精准。那当然，美国或以色列它会发射大量的爱国者3萨德系统、反导系统就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反导系统毕竟贵，你每一枚大概400万美金，就是1亿多台币啊，非常的贵啊。那你一次又不是1枚来拦截，你打2枚到3枚啊，来拦截这个弹道飞弹流星3号，那是不是就会变成4倍公办？对美国来说。反正伊朗就继续打，伊朗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打了500多枚的地对地的导弹，已经使用了2000多架的无人机，已经用到目前。那它还有没有库存？我认为有，但是在山洞里面啊，美国去炸山洞口？问题这个山洞口好几个山洞口每一个基地都好几个，不是就一个炸完就没有，旁边有南洞口、北洞口，还有备用洞口。是，那你能够通通把它炸完吗？所以防不上，因为伊朗它是盆地。高原还有山脉，它地形的善用地形，它直接挖就可以，它又不是像乌克兰这一眼平川大黑土地带，不是因为伊朗跟北边的阿富汗还有东边的巴基斯坦，他们是地形都是山脉高原，这不一样。那山脉高原我觉得打进去就是山洞了，那你怎么炸？美国用碉堡克星，美国用钻地炸弹去炸，但是问题是你的厚度是有限的啊，我在下面你怎么炸？你只能炸洞口。洞口位轻轻就出来了，里面是好的，你洞口炸烂，但是里面是好的，是这个样。所以真正要毁灭、一网打尽伊朗的无人机跟地对地的飞弹，我认为蛮困难的。同时，美国现在面对3个压力：第一个时间压力，本来说打4天，或者说打2个礼拜，现在说我们可以打4个礼拜啊。那4天变成4个礼拜，你不增加7倍啊？或者说，美国是面对了时间压力，而且知道现在美国的行动线现在已经开始初选了。都有手工的压力都已经开始了，所以时间的压力，美国必须面对。第二个压力，库存压力，它向韩国调拨，没有向日本调拨吗？你敢讲吗？对，没有向台湾调拨，你敢讲吗？那只是有人讲，有人还不敢说。我向你调拨你还可以，还不能咋呼。换句话说，美国现在能够，不管是爱国者或者其他的远距遥攻精准武器去用差不多了。那现在要调拨，要不然我也没了。那伊朗还有，伊朗还打我，我没有拦截不行，那他为什么像欧洲调拨最快那么近？不行，因为像乌克兰战争那边，他现在有战争急需，不可以像欧洲的调拨，那像亚洲吧，对不对？朝鲜半岛现在也没有什么状况啊，对不对？这个黄海、东海也没有任何状况啊，可以。所以美国它现在有库存降低的压力，现在显现了。第3个，国际能源的压力，你这核武是海峡被伊朗这个封锁，大家能源都叫苦连天。这个东西，国际压力或者能源压力会回到美国上面，它就要面对，越久它的压力会越大，因为大家缺的东西了，股票都往下往下修了，这是经济压力，这是能源压力，这个是整个国家压力的表现，这会回到川普，会回到美国身上啊，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会随着时间越久，压力会3股压力都会集中到美国身上。
好，所以看到现在美国面临军事武器库存的压力之外，还有同时来自于国际各方给予美国的压力。那其实，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希望能够介入到伊朗的神权，能够把这个神权教士给灭了。那川普现在积极介入的就是，虽然说哈米尼被斩首了，但是呢，现在传出来说，哈米尼的次子会担任接下来的最高领袖。那这一位是穆吉塔巴。川普已经说了，穆吉塔巴如果要接任的话，我是不可以接受的。川普也向这个《纽约时报》透露说，他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当时呢，这个针对委内瑞拉，他想要仿效这个案例，协助委内瑞拉来建立新政府。他说，伊朗也要做一样的事情。但是当然了，这个专家也特别做了分析，伊朗比委内瑞拉复杂多了，里面要涉及到的包括了有宗教领袖的体系、革命卫队，还有军警等等。川普要介入神权，真的做得到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川普啊，从某个角度，他应该心中是蛮慌的。表面当然好像很镇定，因为他拿着他美国的霸权，认为他什么都做得到。第一个，在武的方面，刚刚已经讲了。第一个，他很喜欢用代理人战争，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他也不够智慧，因为刚刚也讲，库德族人数有限，力量不一定够。但是这是他的一招打法，因为美国必须要用代理人，他才有办法稳住他自己的后盾力量。 第二个呢，刚刚武器的短板也非常明显。他为什么到韩国去调？他自己实力不够吗？他不是很厉害吗？一下就可以几秒钟或几天就可以把对方这个折服，不是这样吗？你发现他武器短板到达什么地步？到达他一下子650颗萨德飞弹，一下子用掉150，他不知道未来如果还有别的国家要跟他敌对，他怎么去敌对？当然，我讲一个他最大的敌手，他将来会出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文的部分，你知道吗？他原来这个信誓旦旦的认为说啊，我哈米尼，我把他这个解决掉之后呢，很快我可以搜索追踪他所有的接班领导人，也可以把他马上干掉。结果呢，他也很高兴的说，你看这些接班全部都被我们解决了。结果没有想到，其实啊，伊朗真的跟委内瑞拉是完全不一样，他完全忽略，也就是智慧真的是不够，只是聪明有余啊。 达到了什么地步？就是因为它的复杂性是这样子哈。第一个，在它的这个在革命卫队这个真正的神权体制里面呢，实际上它的每一个忠心的这个神权的人都是非常忠心的。当你打掉了部分人，其实每一个都有可能去接班，而且他们会同仇敌忾。这个同仇敌忾还不止如此。如果川普呢不接受他的儿子啊，刚刚讲这个所谓的穆吉塔巴，这是他的次子嘛，当然这个长子还有他的一些女儿也同时遭殃。 但重点是，他来接手，他当然不会接受，因为他一样会有非常大的一种对美国这个非常痛恨的心。但重点来了，他即便想要去找过去反对这个神权制度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这个接班人，但重点来了，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复杂性是这样的，即便是反对这个神权制度的这些人，他们也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因为啊。 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其实大家要了解它的历史，在西元前550年到西元前330年，它叫波斯大帝国啊。这个帝国跨欧亚非大地啊，就居鲁士把这个国家弄得多强。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是有历史背景的。波斯这个帝国呢，让他们非常民族自信。其实这些反对是因为伊朗它的整个宗教的文化，让他们非常的压抑，也就比较保守。这些比较亲西方势力、想要西方化的人，是希望他们的生活好、经济好。 比较有自由派，他们反的是神权制度，但是不是反神权，因为神权主义是夹杂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民族主义。即便是反对的人，他也不会完全支持说你今天来帮我推翻我的爸爸，叫我爸爸下台，我要接掌爸爸的事业。结果你不要把我爸爸杀掉了。现在美国是把他爸爸都杀掉，现在连下面反对党的很多都改变了，说美国竟然来打我们、杀我们自己的人，他们也跟着。 现在神权这个制度派的人一起，即便他不赞成最原始的这些人，但是他也反对了美国。所以你会发觉，川普他现在要找接班人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觉得他慌了。当然，他最不能接受是他那个同个体系下来，他自己是哈米的儿子来接班嘛。对。他一定会非常的用更极端这个抵抗抵抗这个美国。当然，他可能不会直接打美国，在美国在中东所有的这个军事组织也好，或者说军事势力也好。 或者所有的美国势力在那里可能发生的都会做同样的一些反击。现在重点来了，美国很奇怪，美国现在发现他打下去打这个不是他想象的。我讲川普不是想说几天就能够收割了整个伊朗的所有，发现他好像要慢慢调整了，要多了几周，甚至还多了几个月。我觉得这个以伊朗的神权主义加上民主义的结合，他们的同仇敌忾，未来的这种民族性，美国可能会
跌破了眼镜。美以战争开打之后，伊朗多线攻击，并且现在呢持续的透过国际上面的力量，要国际来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来停战。那所以呢，现在看到这个伊朗一系列的攻击，已经重创到全球非常多的产业面。等一下我们会一一来看到，影响的不只是能源，不只是晶片，还有铝，甚至是空运。全球空运等等，还有供应链在中东一条一条都被掐住了。好，赶快来看到具体有哪一些的影响。首先就是荷姆兹海峡了，伊朗的革命卫队声称控制荷姆兹海峡，还示警会布水雷达到6000枚，任何船只只要经过都可能遭到飞弹、无人机攻击。那听到这个消息，现在川普担心了。他说，美国的海军有必要的话，会尽快的为行经荷姆兹海峡的油轮提供安全护航，而且他说呢，这个护航价格啊可以谈的，但绝对会让你满意。好，赶快来看到欧盟现在可紧张了，因为油价持续的暴涨，幅度最高达到70%，他们现在竟然是希望拿俄罗斯的石油，持续的施压乌克兰，要求开放欧方来去查验受损俄罗斯的这个输油管线，厘清是否能够尽快的恢复供油。那遭到了乌克兰这边的拒绝，他说是以安全为由拒绝让他去查这一条管线。经济学家现在也特别做了预估，美伊战争会推升本来就很高的全球通膨，迫使多国的央行升息，推高房贷、车贷、其他的借贷成本，我们处于非常危险的一个时期。再来就是半导体产业也会受到影响，因为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会重击卡达氦气运输到欧洲跟亚洲地区。那么卡达的氦气占全球的生产占比达到了30%，也就是晶片制造的关键气体会被因此卡住，这是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再来，对于炼铝厂，卡达这边的炼铝厂的电炉也会因此关闭，如果重启还需要半年的时间。那大家可能感受很深的，还有就是在空运了。现在有多国的国际机场都已经关闭了，在中东地区多个国际机场都已经关闭了，数万人还有他们的货物都因此滞留。天然气价格则是持续的暴涨了，暴涨幅度高达34%。卡达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也暂停，时间什么时候恢复，到现在仍然是不确定的。伊朗真的敢封锁荷姆兹海峡吗？全球20%的石油命脉都在这里，水雷他敢布吗？那么飞弹他真的也敢在这边做吗？引爆全球的能源战争，接下来会真的发生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伊朗已经有动作了啊！我们现在看到您所列举的啊，像日本有44艘船被困在里面出不来。啊，大陆也有20几艘船也是被困在里面啊。那不用讲说，欧美他们的航运公司的船有上百艘都被困在那边出不来。现在能够通过这个荷尔木兹海峡的船真的很少，而且最主要是《金融时报》有发布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根据有这个可靠人士所公布的，就是说啊，国际的航运的保险公司已经完全中断啊，所有的停止啊保险了。而且他们目前来讲要重新讨论这个保险的价格，也至少要往上攀升50%。这代表什么？代表风险市场越来越高了。我们一般来讲是这样看啊，我比大家看的还是中远海运啊。为什么中远海运呢？因为过去在胡塞组织在封锁这个打红海的时候啊。美国、英国还有以色列的船被打得还蛮严重的，但是中国的海运还是可以通，而且中国也通。我们也看到了，大部分的船都后来都跟着中国的船在走啊。可是这一次中远海运已经宣布不走了。那就代表什么？风险升高了。我们也看到伊朗这次的做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采用扣押啊，但是这次是直接把你打掉。那已经有公布了好几艘油轮被打掉。啊，那个名称都有，所以那是等于是有事实可查了。也就是美国的一艘油轮被击中，起火燃烧，还有几艘的油轮啊也被打到，然后有啊，但是后来也被扑灭。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到最坏的一个状况，伊朗才有可能采用封锁，也就是布水雷。布水雷这茲事体大，因为它影响的已经不只是伊朗的问题，影响整个中东国家，也影响到中国大陆了。那大陆已经摆明他的态度就是啊，这个做到这么绝，还是要考虑再三啊。我个人觉得到目前为止，布水雷啊，不容易啊，收困难啊。对啊，这个没有那么简单。但是以目前来讲，针对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油轮来打，这个已经出现了。好，李将军呢？
我觉得川普非常有意思哦。以前有一部电影叫《保镖》哦，这个你觉得川普现在是不是把美国海军当镖局？这个护航，然后收钱，保镖不就这样吗？对不对？这个运送这货物在古时候这个道路上面运输的时候，为了怕土匪抢哦，所以要请镖局的人来这个保护这个货物。那现在川普要收钱嘛？川普是不是就现在就是把美国海军当保镖哈？这个护航，然后收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有没有效果？我觉得没有效果。你这反而中了伊朗的这种道哈。为什么？当你海军把你的舰艇弄到荷姆兹海峡，荷姆兹海峡你要护航只有30公里的距离，那用炮都打得到它不要用导弹，也不需要用什么无人机，它用火炮就可以打到你这个美国的军舰。那你是不是把美国军舰置之于死地？所以从荷姆兹海峡这次被封锁，我们看出来，美国对于这次开战并没有做好完全的准备，因为所有人，包括我们都知道，荷姆兹海峡，伊朗一直威胁着是要封锁。虽然说在两伊战争期间，他为了怕说杀敌1000自损800，在两伊战争期间，他都没有封锁荷姆兹海峡。但是这一次他面临他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已经抱定了一种鱼死网破，就算是我自损8000，我也要杀敌你10000所以他这次就封锁荷姆兹海峡。难道你美国在开战之前你没有预判到这种情形吗？如果说你有这种预判的话，你是不是应该事先就采取防护的一些预备措施？譬如说是你要将你的滨海战斗舰派到这个地方来建立一个防御体系，防止它无人机的攻击，或者是先占领这个地方的海域，让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部署水雷。那现在这个地方的水域很明显的这个我们讲说制海权，这一段的制海权已经很明显的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你这时候再说要去护航，要去收钱，反而让大家看成是一个笑话。当然，我个人认为说是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可能后续这个时间有多长，其实有待观察了。它是不是达到它目的之后，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然后甚至于引起海湾国家这个对美国产生排拒，甚至于全世界其他国家会对于这个美国发动这场战争采取一种这个反对的声音之后，它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是就可以自己？也为了他自己原油能够运出去，他就会解除。我觉得这才是之后解决的方式。好，所以现在伊朗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会影响到能源是否告捷。那欧盟很紧张，还说希望拿俄罗斯的石油，委员又怎么看？如果封锁荷姆兹海峡，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获得庞大的利益，一个叫美国，一个叫俄罗斯，其他输得很惨。所以美国欢迎他封锁，为什么？本来他打伊朗就有人觉得不太妥当，一封锁的话，哇，这下肥了。呀，海湾国家要不要拜托美国去修理伊朗？你那个欧洲国家还敢跟美国站在对立面吗？不会了，包括中国都会，拜托，干嘛不要打？要不然你伊朗收手。其他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都受害。那美国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啊，他担什么心啊？对不对？你们要求他，刚好颠倒。那俄罗斯呢？本来。你不是不能卖吗？我石油不能卖，天然气吗？变成每个人求着他卖了，因为全世界2大就他嘛，还有加拿大这一下子也可以卖一点啊，对吧？所以这整体来讲是美国会最大的获利者。我不知道伊朗的人应该也知道这个效果。那你本来这海湾国家好像说我把你当人质啊，美国来救你就会跟我妥协，才不会的啦。美国最好看看你们这每个人都受灾，然后要帮忙嘛，我何必我这个保护费可贵了啦，我这保护费可贵了啦，对，要把伊朗打趴有没有难？不难呐，真的不难，把伊朗整个打趴不难，伊朗政权换来换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这一次还没有要把它没有那么大力，你知道轰炸贝尔格勒轰炸70几天，现在才轰炸不到4天呐，对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人很炸。等你封锁，你说油价会涨，油价涨，我赚钱啊，我的石油公司大赚钱啊，我随便开价，你台湾买不买？日本买不买？对不对？我天然气你卖不卖？所以这个就是这种连环计，一环扣一环我是觉得受伤的是中国、日本、台湾、韩国、欧洲，得利的就是美国跟俄罗斯不然你看看还有谁有石油？就他们2个有啊。
好，那会不会引发后续这个战争型的通膨？因为刚刚说了嘛，除了石油我们要关注之外，还包括了有这个天然气，还有氦气断裂、铝厂停炉等等。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接下来3种情况哈，会有3种不同的影响，对于全球的能源到政治经济。那你看到今天美国到台湾的这个亚洲的股市的这种变动，哦，就表示说，其实我们现在股市很脆弱。那风吹草动见这个涨跌啊，那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第一个，如果这个战争限制就是在目前的情况，在伊朗跟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尽管它再怎么激烈，也许伊朗的油田设施被打，但是呢，它对于整个全球的原油跟能源以及经济的影响还是有限度的。那荷姆斯海峡现在你看到，伊朗到目前为止只是威胁，但他并没有真正的出手去炸任何的这个油轮。有几个传言说有人受到影响，但是没有真正的确实。如果这样一个持续的话，那大概可能会它的影响就会慢慢的在可控的范围。那这个接下来就要看谁去做最高领袖，以及他怎么样的政策。那第二个就是它可能扩大变成海湾国家的这个原油设施也受到影响了。那或者是荷姆斯海峡的这个通行也受到影响，那这个就会有比较长远的冲击，油价就不止85了，油价可能真的会涨到100以上，不至于像伊朗所说会涨到200了啊。那如果涨到100以上的话呢，那全世界股市大概就只剩下俄罗斯会涨而已了。哦，那但是呢，连美国都会受影响，这个就蛮大的一个冲击。如果真的进入到美国跟伊朗的这种全面性交战，那真的是1/3的油都来自于中东。1/2的油跟天然气都经过荷姆斯海峡，那它的冲击就难以想象，尤其是对亚洲，中国大陆依靠来源于中东44%，日本95%，韩国70%，我们台湾60%，那也有另外20%的天然气液态天然气是来自于中东，这不可能短期之内有任何的替代，而战争它的这种冲击，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都还会留到相关的影响。哈米尼最高领导人刚死，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战火现在全面升级了，会由他的次子世袭来接班吗？另外，现在伊朗祭出的最新公式叫做这个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御，也就是说分散的在总共是31个战区之外。31个战区之内来开火，现在被解读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以色列接下来打得住这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吗？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其实呢，在哈米尼最高领袖他身亡之后不到数小时的时间而已，我们看到德黑兰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个3人的临时领导委员会。好，这委员会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他就这样出来做宣誓了。他说：好，确实哈米尼已经逝世了，但是呢，接下来这场战争我们会持续的依照哈米尼当初的设计，优雅的进行下去。那现在看呢，要进行下去，总要有一个领导人吧？现在传出来最高的领袖就会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杰塔巴。穆杰塔巴，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长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样的一个保守派的路线，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过去他曾经打过2伊战争，现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挥官。那么接下来伊朗会实施怎么样的策略呢？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样施压呢？就是对全球持续的做这种经济上面的勒索跟施压，让美国跟以色列感到压力。但是有没有效？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动作？用无人机轰炸在中东卡达的天然气设施，还有沙国最大的炼油厂，荷姆兹海峡也被封锁停滞，油价现在一口气已经暴冲了7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在多个地方的机场跟港口都遭到袭击，在阿联、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们最近几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军基地，有多个美军基地都遭到袭击。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采取了最新的攻势，这个攻势叫做马赛克防御，也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军队拆分为31个战区，每个战区呢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领导人，他们就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中央命令的一个方法了。这些领导人在31个战区自己来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要做攻击，我的目标是谁，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攻击。
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外长怎么说。他说，就是因为在过去20年之间，我们伊朗长期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他认为就是这种去中心化马赛克防御的体系，才能让伊朗胜利，来决定战争到底何时，还有如何来做结束。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伊朗的次子，也就是这一位强硬派的穆杰塔巴上尉，这是伊朗神权世袭化，还是接下来会跟革命卫队的接管有关系？他会如何带领伊朗的前景？会强硬的继续跟美以之间来做抗衡吗？那委员怎么看？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发动战争哦，他们原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伊朗的这个从哈米尼以下的40个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灭掉了。他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式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模式。但是当这件事情从第一天被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啊，值得这个拿来作为教科书教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个一个都同时把它这个猎杀掉之后呢，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了。第一个困境，川普不断的呼喊说大家要起来推翻神权政权。可是哈米已经死了，要推翻谁呢？你要推翻总要有个人可以去推翻吧，没有个人啦。哈米尼都已经挂了，然后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挂人，那到底你要这群人去推翻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后第二，川普不断的在喊说呢，我们要跟这个接班人来谈判。好了，接班人已经全面都被你团灭掉了，到底哪一个是接班人呢？美国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处理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至少还知道那个第2号人物，然后他至少还能够私下的跟第2号人物有一些互动跟默契。他现在没有了，他现在整个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状态，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来这个40几个人被猎杀之后，那排名接下来那第50个究竟是谁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谈判呢。所以你就会看到川普不断的喊谈判，然后呢喊到最后他自己干脆回过头来讲说，现在谈判已经太晚了啊，我已经把你们都空军跟海军都消灭了，现在不要再来谈判。可事实上我在讲的是根本没有人要去找他谈判的，因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团灭掉了，谁能够有资格去谈判呢？好，这是他犯的第2个错。第3个问题是，他把哈米尼变成烈士啊。就你本来还可以讲哈米尼的什么政权有各式各样的贪腐问题现在不得了了，哈米尼连他的家人在那一场猎杀里头都牺牲掉了。你不是只杀哈米尼一个人，你杀了他的孙女，杀了他媳妇，杀了他周边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现在变成了这个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没有真的想要殉教，但他就变成殉教者了。那这个对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明星来说，那就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你现在把我们原本也许大家还有人在批评他的人，你现在把他猎杀掉了，而且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猎杀，那你现在举伊朗全国，现在谁还敢站出来骂哈米尼呢？谁还敢站出来说我要去推翻他？那个人已经为了伊朗全家都已经被美国团灭掉了。那也正因为如此，他的2儿子这个穆杰塔巴在这一次的上位，其实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讨论。因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权体制当时推翻了巴勒维王朝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打破封建，他们就是反对世袭就没有什么父子子继的这种道理对，所以伊朗的神权政权从来不来这一套的。但是当我这次看到连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美国把哈米尼变成了烈士，在这个烈士的情况之下，穆杰塔巴当时因为身体的因素，可能曾经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现在变成革命卫队跟他结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够这个推翻掉过去在这个神权体制里头说不世袭这样的一个默契扶植这个穆杰塔巴上位，这就代表说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神权体制的这个正当性了，因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团灭掉了，他就是一个牺牲者，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到说穆杰塔巴曾经打过2伊战争，他现在是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他跟革命卫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美国这次恐怕就会碰到了一个烫手山芋了。美国这次碰到了一颗硬石头了，不是一个软柿子了。因为穆杰塔巴他不仅仅只是神权的人员而已了，他不仅是有神权人员的光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家族，他现在还加上跟革命卫队这个紧密的关系，包含他自己也曾经参与战争、指导战争啊。
所以美国现在碰到的状况是，川普公开曾经讲过，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就是伊朗的政权没有崩解，他们找到了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是最强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梦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好，最强硬的接班人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结合这个革命卫队，再加上穆杰塔巴过去有实战等等的经验，接下来打的这场消耗战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分31个区域，然后有自己的各自领导人，马赛克的防御方式，美以打得起这种消耗战嘛？那舰长又怎么看？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其实这个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现在打来打去啊，好像制造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我想做人，就是我们私底下这种为人，跟这个国家战争是一样的。就好比说，如果我这个为人，第一个，我不要轻易树敌，你不要轻易说这个人是你的敌人啊。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建立10个朋友，不如少树立1个敌人”，不要轻易树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旦决定一个敌人，你要把他给消灭掉的时候，你记住哦，你一定要浓缩，就是他。你不要张三也骂，李四也骂，王五也骂，全都变成你的敌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吗？伊朗这次也是一样的。伊朗这次的敌人其实是谁？是以色列。美国是以色列的蛊惑下来参加的这个战斗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结果你说那所有的美军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树立敌人，因为在那么多美军基地，你就打准一点嘛，你就打不准，打过去砰就打到旁边一个学校或者打到一个民间，这些国家都在想你凭什么打我？但是我这样在说，在起码还打的都是中东，我们在这里看的就是看戏嘛，都是中东在那打哦，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锁荷姆斯海峡，你想用经济来逼他们，美国、以色列逼不动的，那结果台湾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都仰赖这个进口石油的，我们能源影响多大？日本火大了，结果你做了一些就是对你的敌人伤害不大，美国、以色列伤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伤害了，然后全世界这时候都会认为说你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想办法把你团灭掉。这是一个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集中目标，因为就是以色列，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边所有的这些过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兰国家武装组织，他们通通会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伊朗，因为伊朗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这个样，我们是不是要帮帮他？结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这是一个，因为人人其实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们在远东这些地方国家的人，对我们也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可以做，但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如果你这个利益，像好比说，害我们今天股市跌这么多，今天很多股市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为你封锁荷姆斯海峡，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心崩了，他会对他产生一个抱怨。原来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现在变成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个东西是伊朗这些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也奉劝所有的人就是一样。第一个不要轻易树敌。当你决心要跟一个人拼的时候，记好，就是那个人。你不要扩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浓缩你的打击面。好，那干哥又怎么看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实你说，这次美国击毙了40多个，现在正确的数字其实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 F-22战机护卫着那个 F-35啊，携带的是 AGM-158，那是长程遥攻武器，听说发射了20多枚。还没有加上精准弹药，所以说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觉得今天会把穆吉塔巴给提升上来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你最高伊斯兰的革命委员会是不会让这个儿子继承的，那现在让儿子继承呢，代表什么？代表没人。没人呢？为什么没人呢？总统还在啊，总统裴德斯基安还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个虚位 ，OK，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被川普，其实川普他一直没有点出这个人，他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秘书，他现在还在世，也就是这个人相对比较温和，有没有可能是拉拔他上来？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他们今天先说，就说我们还是让他的小儿子哈米尼的小儿子先来坐这个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讲啊，
神学士的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传教士，高阶传教士，他们的标准很高。也就是说，你这个儿子上来接任以后，你不能够维持我们伊朗这个国家的尊严的话，你没有决心要打，你没有方法打的话，你随时会被拉下来。因为为什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谈判的对象。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你是哈米尼的儿子，绝对不会跟你谈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什么伸缩的余地。他不是要战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战。可是他在他们的那个什叶派里面的神学领域里面，他没有权威，因为他太嫩了，他没有权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国家机器之后，我就要开始展现我们伊朗的铁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叫马赛克防御系统，就是说从去年的6月的12日战争之后，他们会发现说，万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们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好，我现在把权力下放给31个省，每个省的省长，你们都是高尚的神职人员，才能够当到省长，可以跟中央通报以后，马上就决定你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在地方上的组织，以及你们能够提供中央什么样子的军事资源，你们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为今天如果说我被斩首了，而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马赛克去中心防御思想，去中心就是说没有中心了，没有头了，我就可以整个国家不会陷入一盘混乱。所以这个就是革命卫队他们自己提出的 IRGC。其实老实讲，在很多地方情报站这部分里面其实是蛮聪明的，就革命卫队，所以他们想出了这个方法。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IRGC 在发挥马赛克防御观念的时候，不然伊朗怎么能射那么多飞弹出来？是谁来统合那个能力的？那就是这个防御系统做出来的决定。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从去年的改组之后变得现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他那个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后，会不会让伊朗的防御能力更加进一步提升？这就是这几天我们要特别观察的重点了。好，谢谢干哥。对，其实从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指挥体系是不难看得出来，伊朗早就已经准备好一套剧本。伊朗绝对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我仓促应战，然后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显然看起来他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从去年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反复做沙盘推演了，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的模式。这个非常聪明每一个指挥官有4个继任人选，然后呢，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上层的指挥中心被团灭掉之后，各地的这个指挥官就开始自己按照剧本来发动战争了。所以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其实伊朗是有一套剧本的。包含现在的去中心化指挥体系都按照剧本在做，所以就回过头来就像刚才舰长讲的，外界一直在想说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国就好了，你没事去拖这么多人下来干什么呢？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了，我来推测就以色列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个灭国之战，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我伊朗是一个灭国之战，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毁掉了，我要被你灭掉了。我这个时候就拉大家一起来陪葬啊，全世界一起来陪。那当然你说波湾国家都跳起来了，然后欧洲国家也跳起来，那怎样？波湾跟欧洲国家能有多少军力？欧洲国家有军力早就去乌克兰战场了啦。波湾国家有军力就不要靠美国去支援了。你还不要讲波湾国家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这样修理，他们讲过几句话吗？都没有啊。所以你说对伊朗来讲，他现在的这套剧本几乎可以大胆的看得出来，他就是把全世界拉进这场大战火里头，大家一起承受那么呢，与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国，然后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国打败，伊朗几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像刚才舰长讲，全世界都受苦。好，可是呢，尤其像我们台湾，干我们什么事呢？当不干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讲说，别打了吧，因为真的不干我们的事大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来说有影响的。当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的时候，那这个压力就在美国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战，舰长是专家应该知道，都走到这种各自指挥战争了，就已经代表说大家就是拼死、鱼死网破的时刻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按照传统的这种逻辑来走了。